讲故事了，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下面节目就交给我吧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伟大的阿巴绕光南部小镇上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评论家，他叫做艾伯特。他喜欢评论一切事物，无论是镇上新开的糕饼店，还是最新的科学研究，他都有话要说。他的评论总是充满深度，引人遐想，让人深思。这一位名叫艾伯特的特殊居民，他不像我们一般居民，他是一只蛙。他不是人，也不是动物，他是一只蛙。不过这并不是他特殊的地方，他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仿佛拥有人的智慧，喜欢评论一切事物。话说那一天，艾伯特去了镇上新开的糕饼店，他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，咬了一口之后就开始发表他的评论。这块蛋糕真是太甜了，他说。它不仅对牙齿不好，也对身体不好。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肥胖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等健康问题，而且也不适合我们这个种族吃哦。那你为什么要吃呢？店员问他。因为它很美味啊，艾伯特说。巧克力的香气跟口感都很迷人，很诱人。它能刺激我的味觉跟嗅觉，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。哦哟！那你不觉得这是自相矛盾吗？店员问他。不觉得啊，生活本来就是充满矛盾跟抉择哦。我们不能只看到事物的一面，还要看到事物的多面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欣赏跟享受生活。哦嘿嘿！艾伯特还有一个矛盾的习惯，那就是他时常会用舌头去舔自己的眼睛。这是蛙的一种自然行为，用来保湿他的眼球。然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就无法看清眼前的事物，有时候甚至会错过重要的事情。然而艾伯特总是能够从这种自我矛盾中找到独特的视角，他擅长用更深层的角度去思考事物，而不是用眼前的现象去观察跟解释。他的思考方式犹如量子纠缠，虽然看似混乱混沌不明，却能透过混沌之中找到秩序，透过矛盾找到了共识。他的评论总是能够照亮人们的心灵，让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世界。艾伯特的评论总是引起热烈讨论，有些人认为他的评论太过于深奥了，难以理解；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评论过于矛盾，缺乏逻辑，混乱不堪。一只蛙也能评论哦。然而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，人们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它就像一个机械化理论、规定与做法，虽然有时会引起争议，但总是能够引领人们前进。然而，艾伯特并不为这些争议所动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。即使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愚蠢的，但他始终相信，只有透过深层的思考跟理解，真正的理解才能够了解世界的本质。他的言论就像一片海洋，深不可测，充满未知的可能性，而他就像一个勇敢的航海家，总是愿意冒着风险探索未知世界，寻找那个真理的灯塔。有一天，有人发现艾伯特死掉了。如此突然，大家都知道青蛙的寿命相较于人类是非常短暂的，谁会想要恶意去杀死一只青蛙呢？或许它真的是寿终正寝的。无论如何，镇上的人都感到非常震惊跟惊讶以及惋惜，他们开始想念艾伯特的评论，开始思考艾伯特那些曾经的话语。他们这才发现，艾伯特其实不是一只普通的蛙，他是一只有灵魂的蛙。他用他那些方式教会人们如何看待世界、思考问题、如何去生活。他是一只真正的评论家，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也都开始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。艾伯特并不是一只普通的蛙，不是愚蠢的蛙，他是一只有智慧的蛙。他用自己的评论挑战他的思维跟观念，挑战人们的想法，让他们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世界。他是真正的评论家，也是一个真正的人生老师。镇上的人决定为艾伯特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，以表达他们对他的敬意跟感谢。他们把艾伯特葬在一个美丽的花园中，旁边种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。他们还在墓碑上刻了一句话，这是艾伯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：生活就像一块黑色巧克力，苦中带甜，甜中带苦，
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块巧克力是什么口味。如果你不好好睁开你的眼。What？ 这真是一长串的墓志铭啊！墓志铭还没讲完，下面继续。有时是浓郁的香气，有时是苦涩的滋味，有时是绵密的口感，有时是干涩的咀嚼。而且你绝对不知道你下一块蛋糕是什么口味。如果你不好好睁开你的眼，或许你会错过那些惊艳的体验。你也许会吃到你不想要的青蛙眼睛，也许你会吃到那些隐藏的东西。所以不要害怕尝试不同的蛋糕巧克力，因为每一块肥肉都是生命的礼物，都是吃一块少一块的阿爸绕光生活体验。哦嘿！这个节奏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奇怪。当然，这些墓志铭也引来了一些善意的吐槽，也是因为这些吐槽呢，让这位评论家的一生得到了永无止境的善意评论。好啦，以上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虽然节奏非常诡异呢，但是呢，却充满了诗意与值得深思的哲学意涵。觉得今天的故事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